你重生后的第一件事竟是一巴掌抽肿自己的脸，只因你那个瘦弱的妻子正躲在破灶台后狂啃发黑的红薯面。前世你身为千亿餐饮大亨，却唯独就不悔死于难产的妻儿。既然老天让你重来一世，一定要让家人过上好生活。陈峰睁眼，冷风直往脖子里灌。怀孕6个月的沈冬青躲在破灶台后，正费力的干咽发霉的红薯面窝窝。前世他就是在这个冬天营养不良难产走的。陈峰抬手给自己脸上就是一巴掌，嘴角见血，他一把夺过发霉的窝窝头扔进火盆，家里连滴油都没有，只有半碗棒子面和一把干瘪小葱。陈峰抄起菜刀，把死面揉活，小葱切得细如发丝，借着锅底刮出的一点猪油渣，硬是贴出了一张金黄起酥、葱香扑鼻的千层脆饼。沈冬青咬下第一口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陈峰刚要开口，本就不结实的木门被人一脚踹开。讨债的说姓陈的欠的50块钱，今天再不还就拿你老婆抵债。你睁开眼，冰冷刺骨的风直往脖子里灌。你猛地坐起身，看着四处漏风的破土屋和墙上1992年的挂历，脑子嗡的一声，真重生了。前世你靠着自己打拼做到全国餐饮首富，可赚再多钱也买不回妻儿的命。老天开眼，让你带着顶尖厨艺和绝密配方回到了这个最穷的冬天。角落传来一阵吞咽声，你转头看去，眼眶瞬间红了。破灶台后头缩着个瘦的皮包骨头的女人，那是你老婆沈秀萍。她挺着6个月的大肚子，穿着破棉袄，手里死死攥着个长了绿毛的红薯面窝窝头。那窝窝头硬得像石头，她咬不动，只能一点点啃下渣子，活着口水死命往嗓子里咽，噎得直翻白眼。前世你是个混账赌鬼，把家底输了个精光。就是这个冬天，沈秀萍因为连口热汤都喝不上，生孩子时大出血，连人带孩子都没保住。看着她那张蜡黄的脸，你心口像被捅了一刀。你抬起手，对着自己的脸啪就是个大耳刮子，这一下打得极重，嘴角直接裂开渗出血来。沈秀萍吓得一哆嗦，手里的窝窝头差点掉进灰堆。她下意识地抱住头缩成一团，声音直抖，说别打，我实在饿得受不住了，孩子在肚子里一直踢我吃一点就行，剩下的都留给你。你喉咙发紧，大步走过去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夺过发霉的窝窝头，甩手扔进火盆。沈秀萍急得眼泪直打转，扑过去就想捞，说那可是家里最后一口粮啊。你一把将她拉回来，按在破凳子上，声音放轻，说发霉了，吃了肚子里的孩子要出事，你坐着别动，我弄好吃的给你。沈秀萍呆呆地看着你，满眼害怕。你没管她，转身走到破灶台前，米缸底朝天，油罐子干得见底。你在案板底下摸了半天，只翻出半碗拉嗓子的棒子面和2根冻得发黄的干瘪小葱。这点东西狗看了都摇头，但在你这个前世餐饮首富眼里，只要有食材就能做出花来。你抄起生锈卷刃的破菜刀，刀把一入手，前世几十年练出来的手感立马全回来了。你把2根干瘪小葱按在案板上，手腕微压，破菜刀像活了一样，刀身贴着指关节快速滑动，擦擦擦擦，切菜声又快又轻。沈秀萍在旁边瞪大眼睛，她从没见你拿刀这么稳过，手速快的只剩残影，不到10秒，2根小葱就被你切成极细的葱丝，大小长短一模一样。切完葱，你把半碗死面棒子面倒进盆里，兑了点温水，双手按住面团，掌根发力，推拉揉摔，你把前世做顶级面点的巧劲全用上了。面团在你手里不停翻滚，啪啪作响。没几分钟，干硬粗糙的死面硬是被你揉得软和筋道。没有怎么办？你拿起锅铲，对着那口常年不洗的破铁锅底用力刮去，锅底结着一层长年累月攒下的黑乎乎猪油渣。你硬刮下小半勺，在火上微烤，画出丁点油星子。你把面团擀成薄薄的面皮，抹上带荤腥味的猪油渣，撒上葱丝，从一头卷起，盘成圆饼，用擀面杖一压，生火烧锅，破铁锅微热，你把面饼贴上去，刺啦一声脆响，猪油渣被高温一击直接爆开，一股浓烈的葱香混着猪油肉味顺着热气窜出来，瞬间飘满破屋。这年头连饭都吃不饱，这味道简直能把人的馋虫勾出来。沈秀萍咽了一大口唾沫，眼睛直勾勾盯着锅里，你手腕一抖，锅铲翻飞，面饼在锅里翻了个面，原本白花花的面皮变得金黄酥脆，表面鼓起一个个小泡，层次分明。出锅，你把金黄起酥的葱香千层饼盛进破瓷碗，饼烫手得很，你顾不上疼，直接撕下一大块最酥脆的边角，用力吹了吹热气，递到沈秀萍嘴边，说吃吧，趁热。沈秀萍不敢接，看看饼又看看你嘴角的血，声音打颤，说你先吃，你肯定也饿坏了。你故意板起脸，把饼往前送了送，说让你吃你就吃。沈秀萍吓了一跳，赶紧张嘴，小心翼翼咬下第一口，咔嚓一声脆响，外皮酥脆掉渣，内里软和筋道，浓郁的葱香夹着好久没吃过的猪油肉味，瞬间在她嘴里炸开。沈秀萍整个人僵住了，她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比过年吃的白面馒头还香100倍。她大口大口嚼着，连掉在衣服上的碎渣子都小心捏起来塞进嘴里，嚼着嚼着，她眼眶红了，大颗眼泪顺着脸颊吧嗒吧嗒往下掉。你心里一阵发酸，伸手想帮她擦眼泪，说哭啥，不好吃。沈秀萍偏头躲开，边嚼边哭，说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可是你把家里最后一点面都吃了，明天咱们吃啥啊？你是不是又要去借高利贷赌钱？你攥紧拳头深吸一口气，刚要开口保证以后绝不再赌，就在这时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那扇破木门被人从外面狠狠一脚踹开，冷风夹着雪花倒灌进屋，吹得火盆里的灰烬满天乱飞。沈秀萍吓得尖叫一声，死死抱住肚子缩在墙角。门口站着个裹军大衣的壮汉，满脸横肉，手里拎着根胳膊粗的木棍，这人正是街面上有名的地痞李胡子。李胡子吐了口唾沫，手里的木棍指着我的鼻子扯着嗓子吼，他说姓陈的，欠的50块钱，今天再不还拿我老婆抵债。李胡子话音刚落，我一句废话没有，转身一把抓起灶台上烧红的铁锅铲，锅铲上沾着滚烫的猪油渣，滋啦作响冒着白烟。我2步跨到门口，手腕一翻，
然，烧红的铁铲直接对到李虎子鼻子尖前，铲子离他的脸不到半寸，热气直扑眼睫毛，直接飘出一股皮肉烤焦的糊味。李虎子吓得大叫，扔了木棍连连后退，左脚绊右脚，一屁股摔在门外雪地里。我站在门槛上低头盯着他，眼神冷得像冰碴。我前世在商场里练出来的狠劲，根本不是一个街头混混能扛得住的。我说50块钱是吧？手里的铁锅铲往前送了送，油滴在雪地上刺了划出个黑洞。我说明早8点连本带利还你，再敢拿我老婆说事，我先给你放血。李虎子坐在雪地里，看着我那双不要命的眼睛，咽了口唾沫。他欺软怕硬惯了，哪见过这种活阎王架势？他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雪，指着我骂骂咧咧，声音明显没底气了。他说行，你有种，明早见不到钱，老子带人拆了你这破屋。我懒得听他放屁，反手砰的一声关死木门，拿棍子顶住。屋里安静下来，我老婆沈秀萍缩在墙角，双手护着6个月大的肚子，浑身发抖，眼泪汪汪的看着我。我心里清楚，50块钱在这年头不是小数目，普通工人1个月工资也就100多，家里早被败光了，翻箱倒柜找不出半毛钱。但我一点不慌，脑子里装着领先30多年的见识，搞点快钱手到擒来。我眼珠一转，看向屋顶，这破平房以前是小作坊，房顶留着个半人高的工业排风大铁扇，早废气不用卡在烟囱旁边。我快步走到院子，一脚踩在冻硬的大水缸上，双手扒住屋檐膀子，一用力翻上房顶，风雪刮在脸上像刀割。我顶着风走到排风扇跟前，铁扇子锈得厉害，底座拿4根大拇指粗的螺栓死死固定在砖缝里。我没带扳手，干脆从旁边捡起半块冻硬的青砖，照着生锈的螺栓死命砸，哐哐几下，虎口震得发麻，手背被铁皮划出血口子。我连看都不看一眼，接着砸，黑夜里直冒火星子，硬生生砸断3根螺栓。我双手抱住扇叶，双腿扎马步，咬着牙大吼一声，硬把整个排风扇连根拔起，几10斤重的铁疙瘩顺着房檐滚落，咣当一声砸在院子雪堆里。我顺着水缸跳下房，又把墙角那堆生锈的破铁管、烂铁丝全扒拉出来，找了把破榔头，照着铁扇底座一顿猛敲，把外头占地方的铁皮敲扁，接着把废铜烂铁全拢在一块，用粗麻绳死死捆成一大坨。沈秀萍听见动静，挺着大肚子跌跌撞撞跑出来，她看着我满手是血和地上的废铁，脸都白了。她问我干啥呀？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，死死抱住我的大腿，哭得喘不上气。她说家里就剩个不漏雨的房顶了，我把它拆了，咱们往后可咋活啊？她说我是不是又要拿去卖钱赌博？求求我了，别去赌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啊！我看着她冻得发紫的嘴唇，心里直发酸。我弯下腰，一根根掰开她的手指，动作很轻，但没留余地。我说秀萍，你听好，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，我不赌了，这辈子都不赌了。沈秀萍愣住了，满脸不信，毕竟以前我骗了她太多次。我脱下身上的破棉袄披在她肩膀上，我说在屋里待着，把门锁好，等我带肉回来。说完，我把那捆几10斤重的废铁甩上肩膀，头也不回扎进暴雪里。我扛着废铁一步步往镇东头的废品站走，烂棉鞋早被雪水泡透，身上那件破毛衣根本挡不住风，我冻得直哆嗦，牙齿打架，肩膀上的麻绳勒进肉里，铁皮尖角一下下磕着后背破皮的地方，火辣辣的疼。我咬紧牙关，脑子里只有一件事，搞钱。别人眼里这是破铜烂铁，在我这个从30年后回来的人眼里，到处都是漏可以捡。我今天拆排风扇可不是为了卖废铁。走了半个多钟头，我终于看到废品站的大铁门，我一脚踹开门，大步走进去。院子里堆满了破纸箱和废旧金属，看门老头正裹着军大衣，坐在炉子边嗑瓜子听评书。我走到炉子跟前，肩膀一抖，砰的一声，几10斤重的废铁重重砸在地上，震得炉子里的煤灰直往外冒。老头吓了一跳，瓜子全洒了，瞪着眼站起来，上下打量我，看我穿得破破烂烂，满头是血，老头眼里满是看不起。他慢吞吞走过来，拿脚尖踢了踢地上的铁扇子。他问咋的？大半夜砸门卖破烂啊？撇撇嘴，语气高高在上。我懒得废话，直接指着地上的铁疙瘩说过秤。老头弯下腰，随便翻拉2下，连秤都没拿。他摸出根烟点上，吐着烟圈说全是些生锈的破铁皮，不值几个钱。看你大雪天跑一趟不容易。老头说一口价10块钱，爱卖不卖。说着，老头摸出一张皱巴巴的10块钱，夹在2根手指头中间往你面前一递，那架势就像在打发叫花子。你看着那10块钱没接，冷笑一声，直接蹲下扯开麻绳。你说大爷，废铁8分钱1斤，我这堆铁少说60斤，按废铁算也值个4块8。你声音不大，但透着明白人的利落。老头手一顿挑了挑眉毛，哟，账算得挺明白，那你还嫌10块钱少？你没搭理他，手直接伸进废铁里抓起排风大铁扇，手指直接扣向底座正中心。老头看你这动作，眼皮子猛跳，嘴里的烟差点掉下来。他想拦已经来不及了，你用力抹掉底座上的黑泥和机油，露出里头一个拳头大小的金属坨子，在灯泡下，那块金属泛着暗黄色的光，这根本不是铁，是老旧工业风扇里实打实的纯铜轴承。这玩意儿在92年，少说能卖20多块钱。你一把按住纯铜轴承，抬起头冷冷盯着老头，你说大爷欺负我不识货？老头夹着钱的手僵在半空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他说小伙子，你这眼睛够毒，老掉牙的破风扇里头的铜杏子都能让你抠出来。你没接茬，站起身拍掉手上的黑泥，死死盯着老头的眼睛。你说大爷，明人不说暗话，这纯铜轴承少说2斤重，按现在的行市，废铜1斤12块，加上这60斤废铁，一共28块钱，少1分我就去南街废品站卖，那边老板我熟。老头一听南街眼皮直跳，那可是他的死对头。他咬牙把10块钱塞回兜里，摸出个布包，解开全是1毛2毛的毛票和几张皱巴巴的大团结。他点出28块钱，啪的拍在油污桌上，算你狠，拿走。你拿起钱仔细数了一遍，一张不少，揣进贴身口袋，转身走进风雪里。28块钱在92年能买不少好东西，但你想还清李虎子那50块钱高利贷
还差得远，必须让钱翻倍。顶着刀割一样的北风，你大步直奔县城郊外的肉联厂。这年头买肉讲究肥膘厚实，2、3块1斤的五花肉是抢手货，你兜里这点钱连10斤都买不到，更何况你要做的是一本万利的买卖。路过供销社，你花2块钱买了包红梅烟揣好。半小时后，你站到了肉联厂后院外，冷风一吹，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夹着生肉腥气扑面而来。生锈的大铁门紧紧关着，你上前用力拍了2下。谁啊？豪桑呢？铁门拉开一条缝，库管员王胖子探出个圆脑袋，一脸不耐烦地瞪着你。他说干啥的？今天厂里不卖碎肉，赶紧滚蛋！看他要关门，你眼疾手快，一把扣住铁门边缘，你顺手掏出红梅烟塞进他手里，脸上堆起笑。王哥，抽根烟暖暖身子。王胖子低头一看是红梅烟，这在当时算好东西。他脸上的横肉一抖，态度立马变了。他把烟揣进棉袄兜，把门拉开一点。兄弟，看着面生啊，想要点啥？他说先说好，好肉都在前院排队呢，我这后院只有些骨头渣子。你探头往院里看，角落里放着3个半人高的大铁筐，里头堆着发黑的猪大肠，还有剔得一丝肉不剩的碎棒骨，最上面还扔着半片被机器刮破相的烂猪头。这年头北方人肚里缺油水，买肉全挑肥的，下水腥臊味重，处理不好吃进嘴里一股大粪味。这堆东西扔在墙角，连看门的大黄狗都不闻。你指着那几个铁筐，压低声音，你说王哥，那堆烂碎肉我全要了。王胖子顺着手指看过去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他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你，你小子脑子冻坏了，那是准备拉去城外倒掉的垃圾。他说你弄回去干啥？喂猪啊？你搓了搓冻僵的手，叹口气装穷。你说王哥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弄回去多洗几遍，好歹能刮出点油腥子，您行个方便。王胖子撇撇嘴，心里盘算开了，这堆垃圾本来就要扔，能换钱就是白捡的便宜。他狮子大开口，行吧，看你也是个苦命人，10块钱，这3筐垃圾你全弄走。10块钱买堆垃圾，在92年绝对是冤大头，但你连价都没还，直接掏出一张大团结拍在王胖子手里。你说王哥爽快，不过我没带车，院里那辆破板车借我使使，明早我还你。王胖子捏着钱，嘴都快咧到后脑勺了，赶紧摆手，推走推走，别耽误我下班。你把那3大筐腥臭下水搬上板车，冲鼻子的臭味熏得你直皱眉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别人眼里的垃圾，在你手里就是金山银山。你推着板车在雪地里嘎吱嘎吱走，路过县城南街的中药铺停了下来。92年这会儿，很多香料调料菜市场没卖，只能上中药铺买。你大步进店，浓烈的中药味冲淡了身上的腥臭。干瘦老头正带着厚底老花镜在柜台后打瞌睡。你走上前，摸出5块钱拍在桌上，老板，抓药，八角2两，桂皮1两，丁香半钱。你说白纸1两，良姜半两，草果2个，再给我来半斤粗盐。老板被惊醒，扶了扶滑到鼻尖的老花镜，上下打量你。听完药名，他眉头皱成个疙瘩。他说小伙子，你这是什么偏方？八角桂皮倒也罢了，这丁香白芷混在一起治什么病？他说可别乱吃出人命。老板拿着小铜秤迟迟不动手。你敲了敲柜台，你说老板，你只管抓药，这药不是治病的。老板摇摇头，嘟囔着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拿命当回事。他转身去要替抓药，看着老板把药材包进黄纸，你心里清楚，在这个炖肉只知道放葱姜蒜的年代，没人懂香料搭配。你脑子里装的可是领先30多年的绝密老卤配方，前世你就是靠它从路边摊干成了100亿餐饮大亨。八角提香，桂皮出味，白芷去腥，丁香透骨，只要配比精准，火候到位，几味廉价药材就能起化学反应。你接过药包，小心揣进怀里。这5块钱买的不是药，是你大赚一笔的底牌。有了配方，加上你练了20年的神级刀工，那堆发臭的下水马上就能变成让人把舌头吞下去的极品美味。天黑透了，雪越下越大，你推着板车深一脚浅一脚回到家，破木门敞着，院里黑灯瞎火。听到板车动静，你老婆沈秀萍从屋里走出来，她挺着6个月的大肚子，披着件补丁落补丁的旧棉袄。风向一转，板车上刺鼻的腥臭味直接飘进院子。沈秀萍脸刷的白了，一把捂住鼻子，连连后退，扶着门框干呕起来。她问志强推的什么东西，怎么这么臭？她眼圈红了，看着那一车黑乎乎的肉，眼泪直打转。她觉得你肯定是受刺激疯了，拿家里最后救命的钱买了堆垃圾。你把板车停稳，走过去握住她冰凉的手，把老婆沈秀萍扶进屋，让她在炕上盖好破棉被，转身回到冷风直吹的院子。你打来1桶带冰碴子的井水，把发臭的猪大肠、猪肚和半个破猪头全倒进大木盆，抓起2大把粗海盐撒进去，又倒进半瓶最便宜的白酒，高浓度的高粱酒一浇，呛人的酒味混着下水的腥臭，差点把人熏个跟头。你双手直接伸进冰水，死死按住烂肉，用力搓洗，粗盐粒刮在手上生疼，冰水冻得双手通红，你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双手像铁钳一样反复揉搓，把粘液和脏东西一层层刮下来。换了3盆水，腥臭味终于没了。你拔出案板上生锈卷刃的菜刀，你上辈子在后厨干了30年，刀工早就成了肌肉记忆。你一把按住死沉的猪头，手腕一翻，刀刃顺着骨缝准准扎进去，手起刀落，刀尖在骨肉间来回游走，咔咔几声脆响，不到1分钟，半个猪头就被切成几大块，白花花的净肉整齐码在案板上，扔在一边的骨头上连一丝肉都没留，干净的像狗舔过。接着切猪肚、大肠，全切成大小均匀的大块，保证下锅能同时入味。食材备好，你走到破灶台前划火柴点火，火苗窜上来，锅底烧得通红。你挖了1大勺猪油渣扔进锅，油化开冒青烟，你抓起1把白糖撒进去，炒糖色火候差1秒都不行。你死死盯着锅底，拿锅铲快速搅和，白糖融化起泡，从浅黄变金黄再到深红，焦糖的甜香味飘了出来。就在糖泡冒得最急，马上要发苦的那一秒，你把白天买的中药材全砸了进去。这30多味香料是你上辈子花无数心血配出的绝密配方，除了八角、桂皮、香叶，
还加了几味偏门药材，比例差一分味道就不对。香料一进锅，滋啦一声，热油一激，药材香混着焦糖味直扑面门。你立刻把猪头肉、下水和大棒骨全倒进锅翻炒，碎肉均匀裹上红亮的糖色，接着倒满一整锅井水，盖上破木锅盖。你往灶堂里添了几把柴，锅里很快传出咕噜咕噜的翻滚声。大火烧了半小时，你掀开锅盖，拿破铁勺把上面飘的白沫全撇掉，连锅边的血沫都没放过。这会儿锅里已经没一点腥味了。你把灶堂里的明火抽出来，只留几块通红的木炭在下面发热。大火收汁，小火慢炖，老卤的香味全靠这文火一点点煨。夜深风停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锅里发出细微的动静。到了凌晨2点，你坐在灶台边闭眼歇着。就在这一刻，锅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咕嘟声，紧接着一股霸道的不讲理的香味像炸弹一样从锅盖缝里冲出来。这香味绝了，根本不是普通的炖肉香，30多种香料精华跟猪头肉的油脂彻底融合，带着肉汁的浓烈、药材的醇厚，还有一丝馋得人直咽口水的甜辣味。这股味道在破院子里转了一圈，顺着门缝窗缝钻出去，直接扑向外面的街道。大半个家属院一下就炸了锅。最先有反应的是狗。东头老李家的大黄狗本来在打呼噜，香味一飘过去，它猛地站起来，两眼放光冲你家狂吠。接着西头老张家的黑狗、南头王寡妇家的小土狗全跟着叫，整个家属院的狗疯了一样，铁链子扯得哗啦啦响，拼了命往你家这边拽，恨不得挣断链子跑来抢肉吃。隔壁院子的王大爷披着破棉袄起夜去茅房，刚走到院里，鼻子一闻，整个人愣在原地，尿都憋回去了。浓烈的肉香直往他鼻孔里钻，胃里咕噜噜直叫。王大爷咽了口唾沫，哈喇子顺着嘴角往下流，滴在棉袄上都没发觉。他连茅房都不去了，光脚踩着墙根的破砖头，双手死死扒着矮墙，探着脑袋拼命往你家院里看。王大爷疯狂吸溜着鼻子小声嘟囔，说我的老天爷，这是炖的龙肉吗？咋能这么香？他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恨不得直接翻墙过来。不光王大爷，前后左右好几户人家的灯都亮了，隐约能听见有人在被窝里骂街，说大半夜谁家炖肉啊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骂归骂，紧接着就是一阵吞口水的声音，还有小孩馋得直哭闹着要吃肉。你听着外面的动静，冷笑一声，火候到了。你走上前，一把掀开破木锅盖，轰的一下，一团浓烈的白气腾空而起，带着比刚才浓郁10倍的香味扑面而来。雾气散去，锅里的景象能把人馋疯。原本发臭的烂肉下水，全变成了红亮诱人的极品卤味，汤汁浓郁发亮，咕嘟咕嘟冒泡，每一块肉都吸饱了香料精华，表面泛着油光，红彤彤亮闪闪的。你拿长筷子在锅里一搅，肉炖得极烂，一戳就透，还没散架，火候拿捏得死死的。你挑了一块最肥厚的猪头肉捞出来，厚实的猪皮和瘦肉连在一起，红白相间，热气腾腾的往下滴着乳汁。你拿破碗装着，快步进屋。你老婆沈秀萍正靠在炕头，本来睡着了，硬生生被香味馋醒了。她看着你端进来的碗，两眼发直，喉咙控制不住的滑动了一下。你走到炕边，夹起冒热气的猪头肉吹了吹，直接塞进她嘴里。沈秀萍下意识嚼了一下，滚烫的肉汁在嘴里爆开，浓郁的卤香直冲脑门，肉炖的烂糊，进嘴就化，满嘴都是馋死人的油脂香。沈秀萍整个人僵住，死死盯着院里那口黑锅的方向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，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。你拍拍她的手背，没多说，让她在炕上歇着。天还没亮，你把2锅刚出锅的卤肉连汤带水装进2个大号破木桶，木桶洗得干净，外面用几层破棉被裹紧，拿粗麻绳绑死保温。你找了根结实扁担挑起2桶肉，足足100多斤。你深吸一口气，顶着北风大步出门。你心里清楚，李虎子那50块钱的阎王债今天必须还上，不然他真能干出拿沈秀萍抵债的畜生事。这2桶肉就是你翻身的本钱。你挑着担子直奔全县人最多的地方，钢厂十字街。92年这会儿大钢厂最红火，几万人3班倒，早班工人全从这路口过。这地方就是个聚宝盆，只要支个摊卖白开水都挣钱。但为了抢位置，摆摊的商贩天天骂街，3天2头动手见血。你到十字街10天刚亮，街上满是推着28大杠的工人。你四下一扫，直接挑了路口最显眼的老槐树底下，这地方避风又惹眼，绝对的好位置。你放下木桶，刚准备摆案板和菜刀，旁边炸开一声破锣嗓子。你抬头一看，一个推着铁皮炉子卖烤红薯的壮汉横着膀子走来。这人光头满脸横肉，大冬天连帽子都不戴，套着件发黑的破军大衣，正是这一片出了名的恶霸光头刘。旁边卖油条包子的商贩吓得直缩脖子，赶紧把摊子往后挪。光头刘仗着膀大腰圆，天天霸占老槐树底下的好位置，谁敢挨着他摆摊，轻的被掀摊，重的直接挨顿揍。光头刘走到你跟前，二话不说，抬脚砰的狠踹在你的木桶上，木桶剧烈晃悠，卤汤直响，外面的棉被差点散开。光头刘指着你的鼻子骂，唾沫星子乱飞，这大马路是公家的，你写名字了。你盯着他，声音不高，但透着股狠劲。光头刘一愣，气笑了，哟呵，哪来的生瓜蛋子，还挺横。他一把撸起脏袖子，露出黑粗胳膊，恶狠狠骂，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这十字街谁说了算，看你这破桶里装的什么尿水，老子全给你掀了。说着他伸出2只大黑手，一把抓向棉被要砸摊子。周围商贩全捂住眼，觉得你要倒大霉，你根本没废话。就在他手快碰到棉被时，你反手扯住棉被，一脚用力往上一掀，哗啦一下，厚棉被和木头盖子全被扯开，轰，一团浓烈的白气像烟花一样从木桶冲天而起，紧接着一股热腾腾浓到让人头皮发麻的卤肉香轰然溢出。这可是你上辈子用了30年改良的绝密配方，几十种香料按比例熬了一夜，早把下水的腥骚味杀得干干净净，剩下的只有纯粹霸道的奇香。这香味太冲，被东风一吹，直接铺满整个十字街。光头流离的最近，浓郁肉香直接撞进鼻腔，他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准备掀摊子的双手硬生生停在半空。他眼珠子瞪得溜圆，死死盯着那2个破木桶。街上赶路的工人全走不动道了，推车的捏住刹车，啃馒头的张着嘴忘了嚼，所有人全转过头用力抽动鼻子，顺着香味往你这边看。老天爷，
这是啥味儿？怎么这么香？谁家炖肉了？不对，炖肉哪有这么香？咕咚！人群里不知是谁响亮的咽了口唾沫，紧接着整个十字街全是狂咽口水的声音。早班工人肚子里没有水，哪顶得住这种香味？几百号人呼啦啦全围过来，把老槐树底下挤得严严实实，全伸长脖子往桶里看。木桶里红亮亮的卤汤咕嘟冒泡，猪头肉、肥肠、猪肝全泡在汤里，吸足了香料，表面泛着油光，看着就让人馋得抓心挠肝。光头刘哪还有半点横样，他两眼发直，喉结疯狂滑动，哈喇子都快掉下来了。他这辈子没闻过这么霸道的肉香，连自己是来找茬的都忘了个干净。你没搭理周围人，手脚麻利的把旧木板架在桶边当案板，接着拿起大铁勺在桶里一搅，捞出一截最肥厚的卤大肠。大肠炖得软烂入味，外皮红亮发颤，热卤汁顺着往下滴，在案板上溅起油花。你左手按住大肠，右手抄起破菜刀，手腕一抖，嘟嘟嘟嘟，一阵清脆的切菜声响起，菜刀快得像残影。这就是你练了几十年的神级刀工，每一刀都厚薄均匀。眨眼功夫，卤大肠就被切成小段，齐齐码在案板上，热气裹着浓香直往人鼻子里钻。周围工人眼睛看直了，纷纷倒吸凉气。这刀工比国营饭店的大厨还利索。你放下菜刀，用刀面铲起一块卤大肠，这肉油亮冒汁，肥糯弹牙。你直接把刀面递到光头刘嘴边，光头刘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往后缩脖子。你盯着他，声音平静却透着自信：“刘哥，先尝尝，不好吃，桶我砸了。”卤大肠就在他鼻子底下晃悠，浓烈的肉香死死勾着他的魂。光头刘看看刀，又看看红亮的大肠，喉咙里咕噜一声咽下大口口水。他半信半疑地张开嘴，一口包住刀面上的卤大肠，牙齿刚一合，他眼睛一下瞪得溜圆，滚烫的卤汁直接在嘴里爆开。大肠处理的绝了，一点腥骚味没有，外皮劲道，里面的油水软糯的入口即化。最绝的是那股味，咸鲜带点微甜，30多种香料熬出来的香味，直接把他人香迷糊了。你上辈子凭这锅秘制老卤，硬是打下100亿餐饮帝国，拿着领先30多年的绝密配方，跑90年代初的小县城街头卖肉，纯粹是降维打击。光头刘嚼了2下，咕噜咽下肚，他猛抹一把嘴上的油，脸都憋红了。他扯着嗓子吼：“这玩意儿绝了！”手直插裤兜掏出2张皱巴巴的1块钱，啪的拍在你案板上，说：“兄弟，给我切1斤，挑最肥的切。”他这一嗓子直接把周围看热闹的工人点炸了。那股霸道的肉香早把馋虫勾出来了。大冷天谁不想吃口热乎肥肉？看他吃得满嘴流油，谁还忍得住？一个穿蓝工装的干瘦老头挤到最前面，攥着一把毛票，急得直跺脚，说：“给他也来1块钱的。”一个壮汉膀子一撞，把老头挤开，说：“要2斤，家里老少爷们等着开荤，别跟我抢。”一个声音喊：“别急，我先来的，给我切半斤猪头肉，快点！”人群呼啦一下全涌上来，10几双手举着钱拼命往前递，差点把你那破摊子掀翻。你一点没慌，上辈子啥大场面没见过。你左手从桶里捞出一大块连皮带肥的猪头肉，右手抄起菜刀，刀刃切在案板上，声音清脆。你连看都不看，刀面贴着左手关节飞速移动，手起刀落，肉块切的大小均匀，厚薄一致，片片透亮。你顺手把肉往旧秤上一扔，秤砣一拨，高高翘起。你扯过旧报纸麻了一包，说1斤2两，算1斤的钱拿好，直接塞光头刘怀里。光头刘捧着热乎乎的肉，深吸一口香气，乐颠颠挤出人群走了。接下来的场面直接失控，有人喊来2斤大肠，有人喊1块钱猪肝，有人喊要肥肉越肥越好。你两手像装了马达，切肉、称重、包报纸、收钱、找零，动作一气呵成。破纸盒里1毛2毛5毛1块的票子肉眼可见往上涨，很快铺了厚厚一层。一个中年女工接过肉问：“小伙子，你这刀工绝了，当过国营饭店大厨？”你头都没抬，手腕一抖，又切好一份，说瞎琢磨的大姐慢走，明天再来。你这锅肉香实在太猛，八角桂皮香叶不提，里面还加了几味去腥提鲜的中药材，比例拿捏的死死的。这年代的人肚子里缺油水，哪吃过这种美味？光闻味口水就往下咽，排在后面的人急得直点脚，生怕轮不到自己。短短40分钟，你手里菜刀快切出火星子，面前2大铁桶眼看见了底。一个刚下夜班的年轻小伙满头大汗挤进来喊：“给我来2斤大肠！”你拿大铁勺在桶底刮了2下，说：“兄弟，对不住，肉没了。”把空桶往他面前一倾，小伙伸头一看，桶里就剩点浓汤和几块肉渣，他急得直拍大腿：“哎呦，我跑了2条街还是晚了一步，你这生意也太好了！”旁边几个没买到的工人也急了，围着摊子死盯着空桶，问连点边角料都没了。你说真没了一丁点不剩，明天我多弄点。扯起脖子上的毛巾，用力擦了把汗。那干瘦老头去而复返，指着桶底浓稠的卤汁咽唾沫，问小伙子：“你这汤底卖不卖？我买回去下挂面1块钱，你连这几块碎肉一起给我。”你愣了一下，这年代的人为了点油水真拼，连肉汤都不放过。你说1块钱拿走，直接把桶底倒进老头端来的铝饭盒里。老头捧着满满一饭盒卤汁，宝贝似的乐呵呵走了。天大亮，远处化工厂拉响早班汽笛，没买到肉的工人1步3回头的散了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有人说明天必须多弄点，我早上5点就来排队。”有人说：“对，你可千万别不来。”你笑着大声应和，说：“一定，明天保证管够。”人散干净了，街上只剩你和一堆破家什。冷风一吹，你才发现粗布褂子全被汗湿透，黏糊糊贴在后背。你把破菜刀往案板上一剁，弯腰抱起装钱的纸盒，盒子里满满当当全是钱，花花绿绿的票子挤在一起，散发着油污和汗水的味道。你抓起钞票，直接塞进贴身的里怀兜，胸口鼓鼓囊囊沉甸甸的，踏实。你想起家里四面漏风的破土炕，想起沈秀萍饿得发黄的脸，还有她肚子里6个月大的孩子。你攥紧拳头，步子迈得飞快。有了这笔钱，今天就能把欠的饥荒全还上，还能去百货大楼给沈秀萍买身厚棉袄，割2斤五花肉补身子。好日子算开了个头。你用破布随便抹了把案板，挑起2个空铁桶，顺大路拐进一条偏僻的死胡同。这是回家的近道，两边是高砖墙，平时少有人走。你刚走2步，脚步猛地停住，前方胡同口站着3个人，把路堵得死死的。带头那人穿件破军大衣，嘴里叼着烟，手里提着生锈的铁管子。他在砖墙上敲了2下，发出当当闷响。这人正是昨天踹开你家
家门，逼着拿你老婆抵债的街溜子黎胡子。他吐掉烟，死死盯着你怀里鼓囊囊的地方，咧嘴笑了。黎胡子扯着嘴角假笑，说：“哟，强哥，听说今天摆摊发大财了。”手里的铁管子在墙上画出一道白印，说赚了钱就想溜回家，也不跟兄弟们打个招呼。旁边中分头小弟跟着起哄，说：“大哥，你看他怀里鼓得跟皮球似的，少说也有大几十块，这小子藏得够深。”你冷眼看着这三个混混，前世你在商海里什么阵势没见过？这几个街头混子在你眼里连个屁都不算。你没搭茬，肩膀一沉，直接把扁担连着空铁桶砸在地上，拍拍手站直身子。黎胡子以为你要拼命，吓得把铁管子举高，脸上横肉直抽。黎胡子骂道：“干什么？想练练？少他娘的跟我装横！今天不把欠我的50块钱连本带利吐出来，我现在就去把你那大肚子老婆拉走抵债。”听到他提你老婆，你眼神立马冷下来。你二话不说，两步并作一步逼到黎胡子跟前，他吓得一缩脖子，铁管子差点掉地。你左手猛地探出，死死揪住他的大衣领子往前一拽，把他整张脸拽到你眼皮子底下。同时，你右手伸进怀里，从厚厚一叠钱里抽出一张崭新的50元大钞。你手腕猛翻，啪的一声脆响，这张50块钱结结实实拍在黎胡子右脸上。你用足了力气，打得他半边脸直哆嗦。黎胡子整个人都被拍懵了，眼珠子瞪得老大，手忙脚乱的捂住脸把钱按住。等他拿下来一看，整个人当场僵住。绿色的50元大票子在冷风里抖得哗啦啦直响，真得不能再真。这年头普通工人一个月才挣100来块，谁能随便掏出50块崭新大钞砸人脸？你盯着他冷冷开口，连本带利拿着滚，以后别来我家附近转悠，再让我看见你一次，我敲碎你的狗腿。说完，你像丢垃圾一样松开他，转身抓起扁担重新挑在肩上。黎胡子攥着钱彻底傻在原地，半边脸通红，硬是连个屁都没敢放。俩小弟也看直了眼，狂咽唾沫，看你像看活阎王。你挑着担子大步往前走，根本不用你开口，这三人跟触电似的赶紧贴着墙让出一条道，你连正眼都没给他们，直接穿了过去，身后连个喘气的声都没有。出了胡同，你直奔县城百货大楼，把扁担铁桶寄存在门口。你大步跨进大楼，直接顺着楼梯上了2楼，奔向最里面的高档女装柜台。柜台后，一个烫着爆炸头的售货员正靠着玻璃柜嗑瓜子，看你穿着一身沾满煤灰的破棉袄，他翻了个大白眼，呸的把瓜子劈土地上。售货员骂道：“看什么看？这都是南方进来的高档货，别拿脏手摸，弄脏了你赔得起吗？”你懒得理他，一眼看中挂在最显眼位置的大红色厚实羽绒服，料子亮堂，看着像花棉袄似的喜庆，但版型时髦，关键是够厚实。你指着衣服，声音硬气：“那件红的，拿下来。”售货员冷笑一声，上下打量你，那可是正经鸭绒服，120一件不讲价，你买得起吗？就在这儿瞎指。你二话不说，手伸进怀里，一把抓出厚厚一叠钞票，拍在玻璃柜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你盯着他，语气生硬：“点钱，拿衣服。”售货员眼睛立马瞪圆，赶紧吐掉瓜子，冷笑直接变成了讨好的笑脸。他手脚麻利的把红羽绒服取下来，装进塑料袋。大哥您拿好，这衣服料子好着呢，您媳妇穿上保准好看。你拎起袋子，抓起找零塞进兜里，转身下楼。出了大楼，你直奔农贸市场卖肉摊。你冲着屠户大喊：“老板，来2斤五花肉，挑肥的切。”你老婆怀着孕饿的皮包骨头，就得吃这种一汪油的正经五花肉补身子。屠户应了声好嘞，手起刀落，切下2斤带着厚肥膘的肉，用草绳穿好递给你。你付钱拎肉，又去粮油店买了米面和1小桶大豆油，东西买齐全塞进空铁桶里。你挑起扁担大步往家走。天彻底黑透，你推开自家那扇快散架的破木门，屋里没点灯，冷风顺着窗户缝往里灌，哈口气都能结冰。借着血光，你看到老婆沈秀萍蜷缩在土炕角落，盖着硬邦邦的破棉被，冻得直哆嗦。听到门响，她吓得猛地坐起来，两手护着6个月大的肚子，声音发抖：“谁？谁？”你赶紧出声，放下挑子，拉亮灯泡：“是我回来了。”沈秀萍看清是你，紧绷的肩膀猛地松下来，眼眶红了。她刚想说话，你直接走过去扯开塑料袋，把那件大红羽绒服抖开，往她身上一裹，厚实的鸭绒立马把她包住。沈秀萍彻底愣住，她摸着身上鲜艳滑溜的衣服，眼睛睁得老大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这衣服她只在橱窗里见过，做梦都不敢想能穿上。你没给她反应的时间，转身拿顶门棍把房门死死拴住。接着你大步走回炕前，脱下破棉袄，把贴身的李怀都对准炕面，猛地翻了过来，哗啦一声，一把大大小小的钞票全砸在土炕上。沈秀萍倒吸一口冷气，直接瘫坐在炕沿上，炕上散着一堆钱，透着股油墨和汗水味。沈秀萍僵在炕沿上，死死抓着那件大红羽绒服，眼睛瞪得溜圆。她看着那一堆10块、2块、5毛的票子，惊得嘴唇直哆嗦，半天挤不出一句话。你脱鞋上炕，把散落的毛票往一块拢，拍了拍炕席：“别愣着了，过来帮我一块数数。”沈秀萍这才回过神，一把掐住你的手腕，她指甲都掐进你肉里了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当家的，你干啥去了？咱穷点没事，你可千万别去干犯法的事啊！你要是进去了，我和肚里的孩子可咋活？”你反手握住她冰凉的手，拍了2下：“你想哪去了？这是我今天摆摊卖卤肉赚的，干干净净的辛苦钱，来数钱。”你拉着她的手，把票子分别叠成一摞。沈秀萍大着胆子伸出手，沾了点唾沫，把皱巴巴的毛票一张张捋平，最后几个钢镚落在一起，整整86块5毛钱。沈秀萍看着厚厚一沓钱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她抬袖子抹了一把脸，哭得肩膀直抽抽。我干3个月临时工，天天在厂里搬铁筷子，也挣不来这么多钱啊！你心里一阵发酸，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，一打开，一股浓郁的肉香味直接飘出来。这是你特意去国营饭店切的红烧肉，肥瘦相间，挂着浓汁。你捏起一块最肥美的，直接塞进沈秀萍嘴里。沈秀萍嚼着满嘴流油的肉，眼泪流得更凶了，汤汁顺着嘴角往下流。她
他赶紧用手背去接，生怕浪费一滴油水。你拿毛巾给他擦脸，语气坚决说：“秀萍，听我的，明天你就去厂里把临时工辞了，就在家安心养胎。以后我挣钱养你和孩子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”沈秀萍用力点头，嚼着肉，干瘪蜡黄的脸泛起一丝红晕，嘴角终于扯出个笑模样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你揣着60块钱直奔城南旧货市场，靠那根破扁担一天撑死卖10几斤肉，想多挣钱必须换家伙神。你在市场转悠一圈，盯上一辆二手到骑驴3轮车，这玩意儿前面是个大铁斗，能装几百斤货，后面是自行车座。虽然蓝漆吊光露出铁锈，但大架子粗壮结实。卖车老头要价40，你一顿讨价还价，35块钱拿下。你骑上试了试，除了链条有点响，跑起来带风。你没回家，直接登车奔了城西打铁铺，铺里叮当乱响，火星子直冒。你找到光膀子的铁匠，拿树枝在地上画了个图。你说师傅给我打一口深铜铁锅，底子要厚筒深的高，能装下大半扇猪下水那种，要受热均匀，不能糊底，锅沿的卷边不能割手。铁匠看了一眼图，伸出2根黑乎乎的手指，说20块，明天早上来拿。你二话不说，掏出10块钱定金拍在铁针子上。第3天一早，你把新打好的深铜铁锅拉回家，架在院子新盘的灶台上刷洗干净。接下来是重头戏，你把大批猪下水，猪头肉处理干净焯水去腥，然后拿出你那领先30多年的绝密香料配方，30多种香料按比例配好，装进白纱布袋扎紧口，直接扔进翻滚的肉汤里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。没过多久，一股浓郁霸道的肉香味就顺着院墙飘了出去。隔壁院子的黑狗闻到味儿，扒着墙头狂叫，路过巷子的人都停下脚步，伸着脖子往你家院子里瞅。你拿大铁勺在锅里搅和2下，看着翻滚的酱红色卤汁，心里有底了。有了这套行头和配方，产量直接翻倍。连着几天，你每天蹬着到骑驴，准时出现在十字街口。这地方是几家大厂工人上下班的必经之路。你把车停稳，支起案板，直接揭开深桶大铁锅的木盖子，白茫茫的热气夹着浓烈的卤肉香直接炸开，顺着冷风飘满整条街。刚下班的工人们闻到味儿，腿都迈不动了，呼啦一下全围上来。有人喊老板给我切半斤猪头肉，有人说我要1斤肥肠多浇2勺汤。你站在案板前，手里那把油铮铮的剔骨尖刀上下翻飞，这是你练了多年的神级刀工，刀刃贴着肉块划过，切开的猪头肉晶莹剔透，切出的肉片薄厚均匀，你连看都不用看，手腕一抖，肉片稳稳落进秤盘，一两不差。旁边看热闹的人扯着嗓子喊好刀法，你头也不抬，切肉、过秤、装袋、收钱，动作快得像机器。排队的人越聚越多，队伍直接甩出去10几米长。一个穿夹克的小青年从旁边挤过来，把钱往案板上一拍，他说：“老板，我赶时间，先给我来半斤。”你手腕一顿，刀尖咚的剁在案板上，抬眼盯着他，你说后头排队去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按规矩来。小青年被你冰冷的眼神一扫，缩了缩脖子，乖乖去后面排着了。你围裙前面的大兜里票子越塞越鼓，沉甸甸的往下坠。这几天带出来的卤肉翻了倍，但不到2个小时就能卖个精光，最后连锅底的那点肉渣子都有人抢着买回去拌饭吃。晚上回家关起门，你把钱往炕上一倒，和沈秀萍一张一张地点，一数日流水直接破了200块。这年头，厂里一个8级钳工累死累活干1个月，也就挣个100多，你一天就顶人家1个多月工资。你把钱用旧报纸包好，严严实实塞进炕席底下的砖缝里。沈秀萍看着每天带回来的钱，满脸红光，家里面粮油堆满墙角，顿顿有肉，她脸上的肉长回来不少，肚子里的孩子也安稳了。这天中午，十字街口的人流慢慢散去，你用大铁勺在深桶大铁锅里刮了刮，把最后一点护心肉和卤汁打包装好，递给眼前的中年妇女，说一共5块钱，大姐您拿好。你接过皱巴巴的5块钱塞进围裙兜，扣上木盖子，拿起抹布擦了擦案板，准备登车回家。就在这时，隔壁卖大碗茶的老头凑了过来，他平时摆在你旁边，这几天你生意好，连带他大碗茶也多卖不少，两人算混了个脸熟。老头神色紧张，2只眼睛四下乱瞟，像防贼一样。他走到你跟前，悄悄伸出手，一把拽住你的衣袖。老头压低声音，语气里透着焦急，说：“小陈别收拾了，赶紧走。”你停下手里的动作，转头看着他，问：“大爷怎么了？”老头凑到你耳边，声音压得更低了，带着颤。他说：“刀疤刘可是南街出了名的地头蛇，他眼红你这几天的生意，带了4个混混拿着棍子去堵你出街的那个巷子口了。”听完大碗茶老头的话，你心里一点没慌，死过一次的人还能怕几个街溜子？你冲老头点头，说：“大爷谢了，你赶紧收摊回家吧，外头风大。”跨上3轮车，你用力一蹬，车链条嘎吱作响，冷风直往脖子里灌，刮得脸生疼。这几天你一天赚别人1个月的钱，肯定惹人眼红。南街这片乱得很，地痞流氓多，你心里清楚，今天要是躲了，明天他们就敢去家里闹。你媳妇肚子里还怀着6个月的孩子，这辈子绝不能把麻烦带回家。今天必须把这帮人质服帖，让他们以后见你就绕道。车拐进南街死胡同，刚进去不到10米，前面就堵了一排人，5个男的横着站，把路堵死了。领头的是个大光头，披着旧军大衣，手里掂着根手腕粗的白蜡杆子。这人正是南街地头蛇光头刘。光头刘歪着脖子，叼着烟斜眼看你，说：“哟，这不是咱们南街的大红人强哥吗？”他皮笑肉不笑，手里的棍子敲得梆梆响。你捏闸停车，坐在车座上盯着他，没吭声。见你不接话，光头刘上前用棍子捅了捅大铁锅，当当直响。他说：“哥几个最近手气背，兜里比脸还干净。听说你这几天卖卤肉发了大财，一天能挣大几十块。”他吐掉烟，死死盯着你，说：“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这买卖以后我光头刘保了，但是你得把那卤肉的配方交出来，以后你赚的钱咱们3七开，我7你3。”身后4个小弟立马跟着叫唤起来。刘哥的小弟说：“刘哥看得起你，才要你的配方。”小弟说：“赶紧拿出来，要不然以后你天天出摊，咱们天天来光顾你的生意。”小弟又说：“快点的，不然今天连人带车给你砸个稀巴烂。”4个混混举着铁管砖头，满脸横肉把你围死。你看着他们，眼神冰冷。真把配方交出去，你
你还赚个屁的钱？你冷冷开口说配方在我脑子里，想要自己把脑袋劈开来拿。光头刘脸色大变，横肉直抖，瞪大眼睛骂道：“他娘的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”他狠狠啐了口唾沫，举棍指着你的鼻子说：“老子今天就把你这破车砸了，看你还拿什么做买卖，给我砸！”一声令下，4个混混举着家伙往前冲。光头刘冲在最前头，手里的白蜡杆子带着风声，直奔你脑袋砸下。这一下要是砸实，脑袋非得开花。你坐在车座上连屁股都没挪，右手飞快伸向案板底下的破皮套，那里插着一把你花2块钱淘来的剔骨尖刀，平时切肉磨得极快，满是油光。你一把攥住刀把，手腕猛地一抖，一道白光直接从案板底下窜出，几十年练出的神级刀功彻底爆发。你连看都没看砸下来的棍子，全凭手感。剔骨尖刀化作一道残影迎头劈上，只听咔咔咔几声脆响，光头刘手上一轻，他那根手腕粗、从没断过的白蜡杆子，竟被你硬生生削成4、5节。断木棍砸在铁皮车上叮当响，木头茬子擦着光头刘的脸飞过，刮出一条血印。再看那断口，光溜溜的像面镜子，连个毛刺都没有。光头刘还没回过神，你手里的刀根本没停，顺着断棍猛地往前一递。光头刘只觉两眼中间一阵冰凉，吓得眼珠子往中间挤成斗鸡眼，死死盯着眼前的刀尖。油铮铮的剔骨尖刀稳稳停在他眉心前，离皮肉不到半个指甲盖远，只要你手往前送一点，刀就能扎进他脑子。光头刘彻底傻眼，举着半截断棍僵在原地，连气都不敢喘。黄豆大的冷汗顺着脸往下流，2条腿疯狂打摆子，裤裆直接飘出一股尿骚味。身后4个混混全停住脚，看看地上平滑的断棍，再看看你手里稳如泰山的尖刀，吓得脸惨白。拿铁管的混混手一哆嗦，铁管当啷掉地，拿砖头的直接扔了砖头，拼命后退，生怕下一刀劈到自己头上。整个巷子近的掉根针都能听见。你看着吓破胆的光头刘，手腕一翻，剔骨尖刀在空中挽了个刀花，啪的一声精准插回皮套。你像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从破瓷盆里抓起一把剩下的碎肉，扯过油纸3、2下包好，往前一扔，正砸在光头刘怀里。光头刘下意识抱住肉，浑身抖个不停。你看着他，一字一句说道：“刘哥，吃肉欢迎，挡财路不行。”光头刘抱着肉，嘴唇直哆嗦，半天憋不出一个字。那几个小弟更是连看都不敢看你一眼。就在光头刘腿软得快站不住时，巷口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一伙人走进了死胡同，领头的是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穿着深蓝色夹克，梳着大背头，他身后跟着3、4个打扮体面的人，黑皮鞋踩在煤渣子上咔咔作响，一看就是有钱人。光头刘声音抖得像风里的落叶，喊了一声杨厂长，手里的肉差点掉地。他这个地头蛇平时谁都不服，现在却像见了活阎王。他心里太清楚了，这位杨厂长要是动手指，长保卫科那帮拿真家伙的壮汉能把他拆了。他连个屁都不敢放，赶紧冲几个吓傻的小弟使劲招手，压着嗓子喊：“走走走，赶紧滚，别在这挡道！”几个混混贴着墙根溜得比兔子还快，连地上的铁管子都不敢捡，眨眼就跑没影了。你站在3轮车后，拿破毛巾擦了擦手，冷眼打量走过来的这伙人。带头的中年男人穿着深蓝夹克，大背头梳得整整齐齐，他背着手，黑皮鞋踩在煤渣路上走得极稳，那双眼睛跟探照灯似的，透着股常年管人的吓人劲儿，直接盯上你的大铁锅。你心里清楚，这年头能穿这种夹克走路带风的，绝对是县里的大人物。光头刘喊他杨厂长，整个县城能让混混吓成这样，只有县钢厂那个管着上万人的大厂长。92年这会儿，钢厂就是县城的命脉，进厂当正式工走路都能横着走。这杨厂长说话比县长还管用。杨厂长走到你的3轮车前停下，看了一眼光头刘逃跑的方向，又看了看你手里带油的剔骨尖刀。杨厂长声音不大，但透着吓人的气势，问你刚才那几个是街上的混子吧？你一个人在这摆摊不怕他们砸场子？你把剔骨尖刀往案板上一插，语气平静的像辽家常说厂长说笑了。你说我这刀用来切肉，只要肉切得好，谁来砸场子我都不怕。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，但要是有人想砸我饭碗，我这刀也不认人。杨厂长没说话，深深看了你一眼，眼神里多了几分看好。他身后跟着3个人，有个戴黑框眼镜的胖子，胳膊夹着人造革公文包，一看就是个专门拍马屁的主。胖子瞅了眼你这满是油污的破3轮，又看了看案板底下的黑水和破蜂窝煤，立马捂着鼻子，一脸嫌弃的山峰。眼镜胖子尖着嗓子喊说：“厂长，这路边摊也太埋汰了。他说咱钢厂马上要搞食堂承包改革，您就算要给工人找新口味，也不能上大马路上找啊。他说你看这车破的，连个挡风棚都没有，这黑乎乎的锅，苍蝇都快飞进去了，吃坏肚子算谁的？你听明白了，原来钢厂搞食堂改革，这大厂长亲自带人下基层找手艺人来了。”胖子见你不吭声，以为你怕了，指着案板上的肉问你这猪头肉卖多少钱一斤？你连眼皮都没抬，淡淡回了一句说1块5。胖子像踩了猫尾巴一样叫起来，说1块5你抢钱啊？供销社生猪肉才多少钱？你这下水玩意敢卖这么贵？就这破烂玩意，白给我都不吃。你看着胖子的嘴脸冷笑一声，说领导我卖的不是下水是手艺，这锅老卤全县独一份，你吃一口就知道1块5是白菜价了。咱们穷老百姓做买卖，靠的是真材实料，不弄虚作假。说完你没搭理那胖子，直接伸手掀开大铁锅的木头盖子，盖子一掀，一股浓郁的肉香夹着30多种香料的大料味，像炸弹一样在巷子里炸开，白色的热气腾空而起，把整个3轮车都罩在里面。这可是你前世用了30多年研究出来的绝密配方，八角桂皮，丁香的比例调到了极致，还加了极少量的排草和香茅草提味。这年头的人连炖饱肉都吃不上，哪闻过这么霸道的香味？香味像长了钩子，直往人鼻孔里钻，勾得人肚子里的馋虫直打鼓。香味一出，眼镜胖子喉咙不自觉咽了口唾沫，眼睛都直了，但他嘴上还
还在硬撑，指着你案板上剩下的半个猪耳朵挑刺，说味儿倒是挺大，估计放了不少劣质大料掩盖臭肉味吧。你看这肉切的一大块一大块的，能入味吗？咱们一食堂的大师傅闭着眼都比这强。你笑了，拿起案板上的剔骨尖刀，顺手挑起那半个卤猪耳，刀刃贴着猪耳刷刷刷几下，刀光连成一片残影，你连看都没看，手腕一抖，刀背在案板上一刮，十几片薄的透光的猪耳片，整整齐齐码在发黄的油纸上，每一片都带着透亮的脆骨，肥瘦相间，连后脖都一模一样，简直像机器切出来的。阳光一照，猪耳片上的卤汁亮闪闪的，看着就让人咽口水。这位领导，要不你拿尺子量量，看看这厚度差不差得出1毫米？你把油纸往前一推，刀尖轻轻点在案板上，发出“堵”的一声。你盯着胖子，语气平淡却透着绝对的自信，说：“还有，别拿你们食堂那种酱油水煮肉跟我比，我这锅里光是大料就有36味：白芷去腥、丁香剔骨香、草果鸭一味。你们那大师傅要是懂这个，工人还能天天抱怨饭菜难吃。”眼镜胖子下巴都快掉地上了，指着那堆猪耳结结巴巴说：“你这刀法。”旁边两个跟班也看傻了，他们哪见过这么神的刀法，简直比电影里的武林高手还利落。你懒得理他，眼神直接看向杨厂长，你心里清楚，今天这笔大买卖得看这位大厂长拍板。杨厂长一直没出声，就这么定定地看着你切肉，他眼睛里闪过一丝藏不住的惊讶，他伸出手，一把拦住旁边还想说话的眼镜胖子。小伙子手够稳的。杨厂长往前走了一步，直接走到案板前，他没嫌脏也没拿筷子，直接皱着眉捏起案板上剩下的一块卤猪耳放进嘴里。眼镜胖子急得直拍大腿，说：“哎呦，厂长，这怎么能直接用手抓呢？这大马路上的东西不卫生啊！您要是吃坏了肚子，我怎么跟上面交代啊？”杨厂长理都没理他，闭上嘴，上下牙齿一碰，咔嚓一声脆响在巷子里特别清晰。紧接着杨厂长眉头瞬间舒展，他嚼了2下，原本平静的脸彻底变了，刚才那副端着的领导架子全没了，满脸都是震惊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你心里有数，这猪耳先用猛火去腥，再用你那秘制老卤小火慢煨了足足2个钟头，香料味早钻进每一丝肉里，刚入口是浓郁的酱香，咬下去脆骨嘎嘣脆，最后舌尖上还泛起一丝回甘。在这连酱油都是散装勾兑的92年，这种碾压级别的味道，神仙来了也得迷糊。别说他一个炼钢厂厂长，就是放到30年后的5星级酒店，这味道也能镇住全场。杨厂长嚼肉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他根本顾不上跟旁边人说话，满脑子都是这口肉的味道。他连着嚼了10几口，喉结一滚，咕咚一声把肉咽了下去，咂吧嘴，还在回味刚才的味道。紧接着杨厂长眼睛猛地亮了，他连手上的油都没擦，直接指着你的大铁锅说：“这手艺绝了，小伙子，你这肉一天能做多少斤？”听到这话，你心头狂跳，你深吸一口气，伸出2根手指，声音一点不打颤，说：“杨厂长，一天200斤，保证斤两十足，味道绝对跟您刚才吃的一模一样。”旁边那个穿4个都干不服的主任眼睛瞪圆了，说：“200斤？你这破3轮车加上2个大铁锅能弄出200斤？别在这吹牛皮了。”杨厂长一摆手打断主任，说：“不管他摊子大小，这味道骗不了人。下周咱们钢厂开职工大会，连开3天，这3天每天中午加餐，一天要200斤卤猪耳和猪头肉，价格我给你按最高标准算，1块5一斤。小伙子，你敢不敢接？1块5一斤，200斤就是300块，3天就是900块。在92年，普通工人小半年都挣不到这个数。”你用力一点头，大声说：“能接。您放心，耽误了钢厂的大事，您砸了我的摊子。”杨厂长哈哈大笑，指着你说：“好小子，有胆气。”他转头冲主任抬了抬下巴，说：“老李，给他拿50块钱定金写个条子。”主任撇了撇嘴，不情愿地掏出5张大团结递给你，你接过钱揣进兜里。周围看热闹的人眼睛全红了，凑在一块嘀咕。人群外头光头留的2个小弟对视一眼，脸色难看，转身就往街角跑，估计是去报信了。你眼角余光扫到了，根本没当回事。收了摊，你蹬着3轮车一路飞奔回家，推开破木门，屋里冷得像冰窖。沈秀萍正挺着大肚子坐在床边补衣服，你走过去把5张大团结和1把零钱全掏出来，拍在桌上。沈秀萍吓了一跳，针尖差点扎到手。她看着那堆钱，眼睛越睁越大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，说：“当家的，这都是今天赚的。”你咧嘴一笑，抓起桌上的破茶缸灌了一大口凉水，说：“这算啥？钢厂杨厂长发话了，连着3天每天要200斤，定金都给了。”沈秀萍激动得手直哆嗦，把钱抓在手里数了又数，你没闲着，转身蹲到墙角去翻装香料的破麻袋。麻袋一解开，你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在脸上。八角、花椒、干辣椒这些大陆货还有半袋子，可是你那秘制老炉里最要命的几味冷门香料碧波、白芷、香砂全没了。你把麻袋底朝天倒过来使劲抖，只掉出指甲盖大小的一点碎渣子。你一拍脑门想起来了，前几天刚摆摊，你把县城供销社和几个杂货铺的冷门香料全买光了。当时想着先试试水，买的不多，这点底料渣子对付个20-30斤肉还行，可明天要起大锅，整整200斤肉啊！猪头肉和猪耳本来就带着重腥气，200斤肉一起下锅，那血水和腥味能把锅盖顶翻。老卤要是没足量的好香料去压制体香，煮出来的肉根本没法吃，腥臭味能飘出2里地。要是明天交不出货，或者弄出一锅烂肉，杨厂长能直接让保卫科把你抓起来。你后背冒出一层冷汗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你二话不说，抓起破棉袄套在身上，转身往外跑。沈秀萍在后面急着喊：“问你干啥去？饭还没吃呢！”你头也不回的喊：“说去进货，让他在家把门插死，谁敲也别开。”你跨上破3轮，双腿抡得像风火轮，生锈的链条摩擦的嘎吱响，直冒火星子。北风跟刀子似的往脖子里刮，你根本顾不上了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找香料。第一站去了红星镇供销社，售货员正靠在柜台上织毛衣，听你要买碧波和白芷，白眼快翻到天上去了。他说早卖光了，
谁家大冬天买那没用的玩意儿？下个月再来看看吧。你没废话，调转车头直奔大桥镇。大桥镇有个挺大的干货铺，老板正拢着袖子烤火。听完你的单子连连摇头，他说：“大兄弟，你这要的也太偏了，他们这儿就卖点大料和桂皮，你说的那些一年也卖不出去1两，早就不进货了。”你咬了咬牙，继续登车。到清水镇农贸市场时，天已经黑透了，市场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，地上乱七八糟。你挨个摊位问，把整个市场翻了个遍，连一根白纸的毛都没看见。全县的冷门香料真被你前几天那次采购掏空了。你把3轮车停在路边，一屁股坐在车座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，风一吹冻得人直打哆嗦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2条腿酸得像灌了铅。你看着黑漆漆的夜空，心里急得不行。老卤没香料，彻底废了，到嘴的肥肉难道就眼睁睁看着飞了？这可是你翻身的第一笔大买卖。你急得直抓头发，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：干货店没有，供销社没有，有个地方肯定有。香料这东西本来就是中药，碧波、白芷这些在干货店是冷门，在药铺里可是常用药。你直起身，用力一蹬脚踏板，3轮车借着下坡的劲儿像飞一样窜了出去。你直奔县城最西边，那里有条老巷子，黑灯瞎火的，巷子尽头有家开了100多年的老药铺，位置太偏，平时根本没人去。你把3轮车往门槛前一横，挑开油乎乎的后面门帘，大步冲进去。屋里生着个小煤炉，一股刺鼻的中药味冲进鼻子里。柜台后面，一个干瘦老头正拿着小铜秤称药，老头头发全白了，鼻梁上架着厚底老花镜。你大步走到柜台前，掏出写满香料名字的单子，啪的一声拍在木头柜台上。你说：“大爷，单子上的药每样来5斤，马上就要。”你喘着粗气，声音很大。老头眼皮都没抬一下，慢吞吞放下小铜秤，伸手拿过单子。他把单子凑到煤油灯底下，推了推老花镜，扫了一圈。老头看完，直接哼了一声，手腕一甩，把单子扔回柜台上。他说：“5斤，你就是买50斤也没用。”老头声音沙哑，带着股傲劲儿。你眉头拧成个疙瘩，双手按在柜台上。你说：“大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花钱买药，你这开门做生意，还有把钱往外推的道理？”老头伸出干枯的手指，在单子上重重敲了2下。他说：“你这配方是残的。”你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可是你前世花了几10万买来的宝贝配方，靠着这个方子你做到了首富，怎么可能是残的？老头抬起眼皮，眼神精灵得很，死死盯着你。他说：“平时你在街边做个10斤8斤肉，这方子凑合能用，但看你这要货的量，你是要起大锅吧？”你没吭声，手心已经开始往外冒汗。这老头眼睛够毒的，一眼就看穿了你的底细。老头摇了摇头，嘴角扯出一抹冷笑，一脸瞧不上你。他说起大锅，肉量翻了几10倍，你这方子里少了一味草果。他顿了顿，声音一下子拔高，他说：“没有草果压阵，这么多肉下锅，你这几味香料根本压不住大量的腥气，煮出来就是一锅烂肉。”听到这话，你猛地抬头，死死盯住老头。他说的对，前世你这配方就是街边摆摊用的小锅方子，后来生意做大，请了好几个老师傅改过好几次，才赶上大锅。今天急着赶货，差点忘了这事。你深吸一口气，站直身子。你说：“大爷，您是行家，没草果压阵，大锅肉确实容易腥，但我这配方不加草果，是因为市面上的草果火气太旺，一锅炖下去，腥味是没了，但吃完嘴里发苦，嗓子冒烟。”老头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废话，是要3分毒，你想压腥，就得受着这苦味。天底下哪有2头占便宜的事？”你往前凑了一步，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怎么没有？草果去皮留人，用刀背砸碎，把里头的黑子挑干净，这苦味就去了一半。”老头撇撇嘴，说：“去一半顶啥用？大锅一煮，那点火气全进汤里了。你说那要是加酒呢？”你声音不大，但咬字极重。你说用55度以上的纯粮白酒，把砸碎的草果仁焖上，抽2根烟的功夫，白酒能把火气。下锅时，先用热油爆香，再下老汤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。药理上这叫引火归元，这样出来的草果只留醇香，没一点苦味。你问大爷，我这法子行不行？老头本来还一脸不服，听完你这话，直接愣在原地。他推老花镜的手僵在半空，嘴巴微张，半天说不出话。这可是你前世花大价钱请了几个国宴大师，研究了整整3个月才弄出来的绝招，放眼现在这年代，根本没人懂。老头咽了口唾沫，看你的眼神全变了，刚才那股傲气散了个干净，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。老头声音都在抖，问你跟谁学的这手？你说了声自己瞎琢磨的，又问大爷这到底有没有好草果？没有就去别家了。老头赶紧点头说有，转身踩着板凳够到药柜最上面，轻手轻脚抱下来一个生锈的铁盒子，打开铁盒，一股浓浓的药香味直接扑到你脸上。老头说这是存了10年的陈年草果，火气早散的差不多了，本打算留着自己用，今天算是遇到懂行的了。老头抓了一把放在秤盘上，算你便宜点，拿去用吧。你痛快掏钱结账，把香料揣进怀里，转身往外走。外头天已经黑透，冷风跟刀子似的刮脸。你蹬着借来的3轮车，拼了命往家赶。200斤生猪肉加上一堆大骨头，压得3轮车嘎吱直响。推开院门，屋里亮着昏黄的灯泡。沈秀萍挺着6个月的大肚子，正坐在灶台前塞木柴，火光照着她发白的脸。你赶紧停好车，走过去抢下她手里的木柴，问她咋还没睡？你说这油烟大，让她赶紧进屋躺着去，剩下的活你来干。沈秀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看着院子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猪肉，满眼担忧。她问当家的，这么多肉，咱们一晚上能弄完吗？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？你说别管了，心里有数，赶紧回屋，把沈秀萍推回里屋，反手关门，转身回到院子，脱了棉袄，光着膀子就开始干活。200斤肉，光清洗焯水就是个大活。你把肉切成大块，扔进大铁锅，大火烧开，撇去血沫子。趁着焯水的功夫，你掏出买来的陈年草果放在案板上，拿起菜刀，手腕一翻，
刀背狠狠砸在草果上，啪的一声闷响，草果裂成几半。你手指飞快扒拉，几下就把带苦味的黑子全挑了出去，找了个大海碗，把草果扔进去，倒上小半碗二锅头，拿个盘子往上一扣，死死焖住。半个钟头后，肉焯好了，你把肉捞出来放进大盆备用，刷干净锅，重新点火，挖了一大勺猪油扔进去，油烧化了，你倒进老卤汤，又把焖好的草果和其他香料一起倒进锅里，滋啦一声，白烟冒起，你拿大铁勺在锅里搅和几下，把焯好的肉块一股脑全倒进去，加上水，盖上大木锅盖，剩下的就是等。你搬个小板凳坐在灶台前，时不时往里添把柴，火光烤得你浑身冒汗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。奇怪的是，这次熬肉，院子里并没有飘出那种满大街都能闻到的霸道香味，空气里只有淡淡的肉汤味。里屋门开了，沈秀萍披着衣服走出来，她吸吸鼻子，走到你跟前小声问，她问当家的，这肉是不是坏了？咋没前几天熬的那个香呢？你站起身，拿毛巾擦掉脸上的汗，嘿嘿一笑说没坏，好着呢。你走到锅边，一把掀开大木锅盖，热气呼地窜了上来。你拿起长筷子在锅里一扎，直接挑出一块颤巍巍的五花肉，肉皮已经被炖得发红透亮，挂着浓稠的汤汁。你把肉放在案板上，沈秀萍凑过来看，还是没闻到多大香味。你拿起菜刀，对准五花肉，一刀切了下去。就在刀刃切开肉块的瞬间，一股极其浓厚醇香的肉味，就像炸弹爆炸一样，直接从肉缝里喷了出来。这香味不飘，全是肉香和药香混在一起的厚重味，直往人骨头缝里钻。沈秀萍离得最近，直接被这香味冲得闭上眼，喉咙里不受控制地咽了一大口口水。她睁开眼，盯着案板上的肉，眼睛都直了，说太香了。你切下一小块，吹了吹，塞进沈秀萍嘴里，肉一入口直接化开，满嘴都是浓郁的汁水，咽下去后，嘴里还留着一股淡淡的甘甜。你看着沈秀萍满脸享受的样子，笑着说这就叫内敛，好东西的香味全锁在肉里头了。切开的瞬间，这香味才能爆管。沈秀萍连连点头，眼里全是亮光。天刚蒙蒙亮，你把200斤炖好的特供卤肉挨个码进3个大铁桶，搬上3轮车，用干净的白棉布盖死，外面又裹了一层厚棉被保温。你洗了把脸，换了身干净衣裳，跟沈秀萍交代几句，蹬着3轮车就出门。路上风很大，吹得人睁不开眼。你2腿用力蹬着车板，心里憋着一股劲。你心里清楚，这200斤肉就是你翻身的第一仗，只要拿下钢厂的单子，以后在这县城就算站稳脚跟了。半个钟头后，你蹬车来到钢厂后门，钢厂后厨是个独立的大院子，平时运菜送肉的车都在这停。你刚把车骑进院子，就觉得气氛不对，院子里站着几个人，正对着大门台阶上站着个熟人，那人顶着个大光头，穿着破皮夹克，正斜靠在门框上抽烟。你一眼就认出来，这小子是光头刘，就是前2天在街上收保护费被你拿刀下退的那个街溜子。光头刘旁边站着个胖得流油的男人，这胖子穿着崭新的黑皮大衣，脖子上围着红围巾，一看就是有钱人。这胖子你认识，是钢厂食堂原先的承包商，姓王，前世你听说过他。这人仗着有点关系，把钢厂食堂搞得一团糟，工人们天天骂娘。你刚停稳3轮车，光头刘就看见你了，他眼睛一瞪，嘴里的烟头直接掉地上，他赶紧拿胳膊肘对了对旁边的王胖子，指着你这边嘀咕了几句。王胖子顺着光头刘的手指看过来，脸色瞬间沉下，他把手里的瓜子皮往地上一扔，迈着8字步，晃晃悠悠朝你走过来。光头刘紧紧跟在他屁股后面，一副狗腿子样。你没搭理他们，从车上跳下来，准备解开绑棉被的绳子。王胖子走到你跟前，伸出胖乎乎的手指头指指你鼻子，说了声干啥的。你抬起头，冷冷看着他，说送肉的，杨厂长订的货。王胖子冷笑一声，上下打量你一圈，说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杨厂长能订你的肉？光头刘在旁边帮腔，说王老板，这小子叫陈志强，就是个在街边摆破摊卖下水烂肉的。他说家里穷得叮当响，饭都吃不上，哪来的好肉？王胖子一听，脸上的肥肉抖了2下，眼神更嚣张了。他突然伸手，一把抓住盖在铁桶上的白棉布，用力一扯。你反应极快，一把按住他的手腕，死死往下压。你声音冷得像冰，手上力气极大，说别碰我的东西。王胖子疼得一咧嘴，用力把手抽回去。他揉着手腕，气得脸都红了，指着你扯着嗓子骂。王胖子往后退了2步，冲着后厨大门里头扯着嗓子大喊，声音极大，整个院子都能听见。王胖子指着你的3轮车，唾沫星子乱飞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说这肉是街边摊来的，卫生不达标，绝对不能进厂。王胖子一嗓子嚎完，后厨呼啦啦跑出5个脏围裙帮厨和2保卫科干事。光头刘见人多，腰杆子立马硬了，上前指着你的鼻子骂，说赶紧滚，听见没？他说这钢厂的食堂是王老板承包的，你一个街边卖下水的也敢来抢食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你扫了一圈这帮人，手死死按住3轮车把，盯着王胖子说，我说了，这是杨厂长订的肉。王胖子气笑了，满脸横肉直哆嗦，说杨厂长，你他娘的算老几？杨厂长能吃你这路边摊的垃圾？他冲保卫科的喊，别跟他废话，把这混子连人带车给我扔出去。2保卫科干事上前伸手就拽你衣领，你反手抄起车厢里的剔骨刀，猛地一扎，当的一声，刀尖死死钉进3轮车铁皮，刀身嗡嗡乱颤，直冒火星。你握着刀把盯着他俩，说谁敢碰我的车试试。俩干事被你不要命的架势吓住，手将在半空回头看王胖子。王胖子吓得一缩脖，接着又跳脚骂，说好啊，你还敢动刀，今天不把你送去保卫科关几天，我王字倒着写。就在这时，食堂大厅啪的摔碎个盘子，接着一声怒吼传出，那声音骂道，这做的是给人吃的吗？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，肉片比纸还薄，还一股子死猪的腥味。那声音质问，
这就是你们钢厂招待投资人的标准。话音刚落，一行人走出食堂正门，领头是个穿高档呢子大衣的大背头，气得脸通红。旁边戴眼镜的瘦高个正是杨厂长。杨厂长满头大汗，边擦汗边陪笑，说：“林老板，您消消气，这食堂的伙食确实差了点，我马上让他们重做。”王胖子一听，赶紧换上笑脸迎过去，说：“杨厂长，林老板，这伙食……”杨厂长狠狠瞪他，说：“王胖子，你怎么搞的？外头吵吵闹闹干什么呢？”王胖子指着你恶人先告状，说：“厂长，这有个街溜子，不知道从哪弄了点死猪肉，非要往咱们食堂送，我正让人把他轰走呢。他说这要是吃坏了肚子，谁担得起责任啊？”杨厂长顺着看过来，一眼认出你，眼睛直放光，大步走上前，说：“陈师傅，你可算来了。”王胖子和光头刘全傻眼了。王胖子结巴着问：“厂长，您真认识他？”杨厂长理都没理他，转身对林老板说：“林总，您刚才不是嫌饭菜没胃口吗？这位陈师傅的手艺那绝了，我特意请他来给您加个菜的。”林老板皱眉打量你，你穿着洗发白的旧棉袄，骑着掉漆破三轮，怎么看都不像大厨。林老板一脸不信，很不耐烦，说：“就他路边摊的水平吧。老杨，你别拿我寻开心了。”你没吭声，直接扯掉铁桶上的白棉布，一把掀开木盖子，轰的一声，一股浓到极点的肉香直接炸开。这可是你用了30年后的绝密香料配方加老卤熬的，八角、桂皮、丁香比例调到极致，还加了提鲜的中药材，香味霸道的往人鼻子里钻，直接把人肚子里的馋虫全勾出来了。刚才还不屑的林老板鼻子猛抽2下，眼睛立马瞪圆。杨厂长直咽唾沫，连想找茬的王胖子和光头刘都张着嘴直咽口水。你拔出车厢上的剔骨刀，刀花一挽，从桶里捞出一块红彤彤发亮的卤五花肉，啪的拍在案板上，手腕一抖，刷刷刷，刀锋贴着肉皮切下。你这练了几十年的神级刀工，每一刀厚薄完全一样，连肉皮纹理都没破，不到10秒，一整块五花肉切成几十片薄片，像扑克牌一样齐刷刷码在盘子里，肉片透着光，肥瘦相间，直冒热气和卤香。杨厂长赶紧让人拿筷子，双手递过去，说：“林总，您尝尝。”林老板早等不及了，一把抓过筷子，夹起大片肉塞嘴里，肉一入口，他眼睛猛地亮了，肥肉入口就化，一点不腻，瘦肉吸满卤汁，越嚼越香。这30年后的秘制配方，在这年代简直是降维打击。林老板连嚼几大口咽下，大喊一声好，说：“太绝了，这味道，我在省城的大饭店都没吃过，给我拿碗大米饭来，快点！”帮厨下得赶紧端来一大海碗白米饭。林老板把盘里的卤肉连汤带汁往米饭上一扣，大口大口往嘴里扒拉，一口肉一口饭，吃得满头大汗停不下来。不到5分钟，一大碗米饭见底。林老板递出空碗说：“再来一碗。”又去加肉。王胖子在旁边看得直冒冷汗，凑上前小声说：“林老板，这路边摊的东西不干净，您别吃坏了肚子。”林老板一摔筷子骂放屁，说：“王胖子做的那些垃圾才叫不干净，老子吃了几天他的猪食，今天总算吃上顿人饭了。”杨厂长见林老板吃爽了，转头黑着脸冲王胖子开火，说：“王胖子承包食堂这半年，职工天天骂娘，今天连林总都得罪了，还有脸在这待着？”王胖子慌得腿一软，差点跪下，说：“厂长您听我解释，我以后肯定改。”杨厂长指着大门一挥手说：“解释个屁，从明天起你给我滚蛋，食堂的承包合同作废。”光头刘看情况不对，缩着脖子想溜，你冷眼扫过去，光头刘吓得一哆嗦，连滚带爬跑出大门。王胖子瘫在地上脸煞白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林老板一口气干了3大碗米饭，打个饱嗝，拍着肚子冲你竖大拇指，说：“小兄弟这手艺神了。”杨厂长满脸堆笑走过来，重重拍你肩膀说：“陈师傅，今天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”他看着3轮车上的几桶卤肉，直接拍板说：“陈师傅，以后钢厂职工大会的公餐全交给你了。”杨厂长说：“这王胖子做的东西没法吃，厂里1000多号人就指望你这手艺了。”杨厂长对身边的财务干事招手，说：“去马上从账上支2000块钱出来，给陈师傅做定金。”财务干事跑去办，没一会儿拿回一沓崭新的100元大钞。杨厂长接过钱拍在你手里说：“陈师傅，下周厂里有1000人的改制动员大会，这顿肉全看你了。”你低头看着手里这厚厚一沓100元大钞，这可是1992年的2000块，普通工人1年都挣不到这数。你想起还在破屋里挨冻的沈秀萍，手心直冒汗。你攥着这沓钱，呼吸粗重，这可是2000块现大洋。你把钱往怀里一揣，隔着破棉袄死死按住，登上破3轮，顶着北风就往家赶。回到那个漏风的破院子，你踹开木门把车停好，反手拴死门进屋。屋里冷得像冰窖，你脱鞋上炕，把怀里的2000块钱全倒在炕席上，接着又掏出炕席底下的破布包，那是你这几天卖卤肉攒的辛苦钱，钱全倒出来，10块、50、100的，还有一堆毛票。你盘着腿，手指沾着唾沫一张张数，你越数心跳越快，加上杨厂长给的定金，整整3860块。在92年，普通工人累死累活1个月才挣70-80，你手里这笔绝对是巨款，离那让人眼红的万元户就差一哆嗦。你把钱码成2摞，用破布包好揣进怀里，你转头看向炕角，你老婆沈秀萍正裹着硬邦邦的破棉被打哆嗦，她怀着6个月的身孕，脸色蜡黄，嘴唇冻得发紫，墙缝里呼呼灌冷风，破报纸根本挡不住。看着她这模样，你心里一抽，前世她就是在这破屋里挨冻受饿，最后难产1尸2命。你抬手扇了自己大腿一巴掌，暗骂一声：“现在有钱了，绝不能让老婆孩子再受这洋罪。”你一把掀开破被子说：“秀萍别睡了，起来穿衣裳。”沈秀萍吓了一跳，揉着眼问：“当家的咋了？大冷天去哪啊？”你说：“搬家，咱不住这破地方了。”不容他多问，翻出全是补丁的厚棉袄给他披上，扶他下地穿鞋。你到院里喊隔壁大妈帮忙看家，跑到街口花5块钱雇了辆带帆布棚的倒骑驴3轮。你扶沈秀萍上车，把帆布连拉严实，说：“师傅去县城中心供销社家属院。供销社家属院是县城数1数2的好地方，5层红砖楼，集中供暖，冬天在屋里能穿单衣。到了地
地方付了钱，你扶着沈秀萍爬上3楼，敲开一扇绿漆木门。你早打听好了，这户老头要去南方投奔儿子，正急着出租。开门的是个干瘦老头，他上下打量你沾满油污的破棉袄，皱起眉头，一脸嫌弃。老头说：“看房啊，这房子可不便宜，1个月50还得押1付3，你们这身打扮租得起吗？”老头说着就要关门，你一句废话没有，直接掏出4张崭新的100元大钞，啪的拍在门框上。你说这是400块，半年房租加押金，房子我今天就要，你现在就腾地方。声音透着硬气。老头看着大票子眼睛都直了，赶紧换上笑脸把钱抓过去，在灯下照了照。老头说：“哎呦，小兄弟真是痛快人，屋里家具全留给你们，我收拾2件衣服就走，钥匙马上给你。”老头动作极快，不到10分钟就拎着破皮箱走人了。你推门扶沈秀萍进屋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靠墙的大铁皮暖气片烫手，水磨石地面擦得发亮，客厅还摆着弹簧沙发。沈秀萍站在门口死活不敢往里迈，生怕脚上沾满黄泥的破棉鞋踩脏了地。他说：“当家的这房子得花多少钱啊？咱哪住得起这金贵地方？快退了吧，回破院子去！”急得直扯你袖子，眼眶都红了。你反手关门把他拉进屋，说：“退什么退？钱我都交了半年了。”你把他按在沙发上，他吓得赶紧抓紧木头扶手，身子绷得笔直。你蹲在他面前，把一串带红绳的新钥匙硬塞进他手里。你说：“秀萍，你听好了，这以后就是咱的家，你怀着咱的种，我拼了命也得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。”你说他在这儿安心养胎，再也不用挨冻受饿了。沈秀萍攥着钥匙，感受着屋里的热气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，说：“当家的我真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咱这辈子还能住上楼房。”你站起身摸摸他的头，说：“好日子才刚开头，你先暖和着，我得赶紧办正事。”你走到木桌前坐下，掏出小本子和铅笔，明天就是钢厂1000人的改制动员大会，2000块定金都拿了，这事绝不能办砸，只要明天这顿肉让工人吃美了，你这万元户的门槛就算彻底跨过去了。1000人份的卤肉得要几百斤生猪肉，昨天你已经安排李虎子去郊外冷库订好白条猪了。你翻开本子盘算香料，脑子里全是前世那套绝密配方：八角、桂皮、草果、恪树，下锅顺序火候你门清。在这92年的小县城，你这配方加上地窖里的极品老卤，绝对能把全场工人的魂勾出来。你正盘算着几点去拉肉，门外猛地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接着防盗门被拍得震天响，墙皮直掉灰。沈秀萍吓得捂着肚子站起来，脸色发白。你眉头一皱，扔下铅笔大步过去拉开门，一个人影直接扑进来，是李虎子。他大冬天连外套都没穿，棉鞋跑丢了一只，满头大汗，喘着粗气。他死死抓住你胳膊，嗓子全劈了，说：“强哥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”你反手揪住他衣领往上提，眼神发冷，让他把气喘匀了说。李虎子急得直跺脚，扯着嗓子吼了出来。他说：“强哥，光头刘那王八蛋半夜带人把咱存在郊外仓库的生肉全浇了泔水，几百斤肉全毁了。”听完这话，你脑子嗡的一声，几百斤好肉全是明天机械厂职工大会的订餐，合同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，交不上货，光违约金就是2000块。92年这会儿，普通工人1个月才挣几十块，2000块钱的饥荒能把一家人逼得跳河。光头刘这招够毒，直接要断你的活路。你媳妇沈秀萍在后面听得真切，脸刷得白了，腿一软直往下溜。她带着哭腔问：“当家的这可咋办？咱拿啥赔人家啊？”她死死捂着高高隆起的肚子，浑身直抖。你赶紧回身一把捞住她，顺势按在沙发上。你说：“媳妇别怕有我呢，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。”你抹掉她眼角的泪，声音很稳。你转头看向李虎子，眼神一冷。光头刘这孙子正面干不过就玩阴的，行，想断你财路，那就看谁命硬。你大步跨上前，一把揪住李虎子的领子提溜起来。你说：“虎子穿上我的棉鞋，一脚把门边的军大头皮鞋踢过去。”你说：“现在立刻去骑你那辆破偏3轮。”李虎子急得直拍大腿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。他说：“强哥还骑啥车啊？肉都没了。”他说：“光头刘那王八蛋肯定跟县里肉铺都打过招呼了，咱现在有钱也买不到1两肉，明天的活黄了。”你问谁说要在县里买？死死盯着他咬牙道：“你说去邻县的红星屠宰场，他们半夜杀猪，你去抢第一批白条猪。你说不管肥瘦，只要是肉，有多少拉多少。”李虎子瞪大眼问邻县，这一来一回2多小时。他说：“外面下大雪，路滑能摔死人。”他说：“就算把肉拉回来，那也是刚杀的速成猪。”他说：“这种肉水大肉柴，根本炖不出老汤味儿。”他说：“明天工人一吃就露馅，要砸招牌的。”你说：“少废话，让你去就去，出事我顶着。”你猛地一瞪眼，这股不要命的狠劲直接把李虎子镇住了。李虎子说：“哎，我这就去。”胡乱套上皮鞋，一溜烟跑进黑夜。打发走李虎子，你转身冲进厨房。速成猪确实难搞，正常炖起码得半天入味，时间只剩6个钟头，换别人早抓瞎等赔钱了。但你心里清楚，你手里捏着王炸。你蹲下身，从破橱柜底下的杂物堆里扒拉出一个黑陶罐子，盖子一掀，一股极浓的复合香料味直冲脑门。这是你昨半夜偷偷熬的极品浓缩老卤，里面加了30年后大厂才研究出来的绝密配方：八角、桂皮、草果比例精确到克，还加了几味去腥提鲜的特殊草药。这就是你降维打击的底气。你把老卤倒进大铁锅，加上2大桶井水，一把火把灶台烧得旺旺的。凌晨2点，外面寒风呼啸，雪越下越大，楼下传来一阵破摩托的急刹声。李虎子扛着2大扇冒热气的白条猪冲进屋，累得一屁股瘫在地上，直喘粗气，浑身冒汗。他说：“强哥，肉拉回来了，200斤全在这儿。”他说：“杀猪的刚退完毛就被我抢下来了，肉还在跳呢。”时间只剩6个钟头，你二话不说，抄起案板上的生铁斩骨刀。你说：“虎子烧水，把火烧到最大。”你双眼通红，死盯案板上的白条猪，手腕一抖，刀落如雨。你压根不用看骨缝，30年的神级刀工早刻在骨子里，刀刃顺着肌肉纹理切进去，避开硬骨，专门挑断让肉发柴的粗纤维。你要用这把刀，硬生生改变速成猪的肉质。手起刀落，
刀背猛砸肉块，把紧实的筋膜砸松，接着刀锋一转，贴着皮肉交界处一划，多余的肥油剔得干干净净，切下来的肉块大小厚薄完全一样。更绝的是，你用刀尖在每块肉表面快速划出十字花刀，深浅刚好1毫米，这能让老卤汤汁在最短时间内彻底钻进肉缝里。李虎子坐地上看傻了眼，只见你手里的刀挥舞成风，肉块像雪片一样飞进旁边的大铁盆。他说：“强哥，你这刀法神了，我干这么多年杀猪酱都没见过这么利索的。你说别愣着，下锅。”你端起大盆，把肉全倒进滚开的卤汤里，白气升腾，浓缩老卤的霸道香气瞬间炸开，把速成猪的腥气压得死死的。灶台火光冲天，映得你满脸通红。你拿着大铁勺站在锅边死盯汤面，现在拼的就是火候，大火催熟，中火逼油，小火入味。你用铁勺不断搅动，贴近浮沫，汤水在老卤催化下迅速变成浓郁的酱红色，一层油亮的油脂在表面翻滚。3个小时过去，厨房里的香味浓得化不开，顺着门缝直往外飘，连屋里的沈秀萍都忍不住咽口水，摸着肚子走到厨房门口，香味飘进楼道，楼上楼下邻居都被馋醒，推开门吸着鼻子找味儿。但这还不够，速成猪底子差，必须用大火收汁，把老卤精华全逼进肉里。你说虎子加柴，把火烧到最旺。你扯着嗓子喊，后背衣服早被汗水浸透。李虎子满脸灰，急得大喊说：“强哥再大火就糊底了，这锅肉要是糊了，咱连翻本的机会都没了。”你双眼布满血丝，死盯着那口锅，说加。天亮了，墙上挂钟指向上午8点。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刺耳的喇叭声，紧接着有人扯着嗓子喊说：“陈老板，机械厂拉货的车到了，赶紧往下搬啊，几百号工人等着开饭呢，耽误饭点你可赔不起。”李虎子吓得一哆嗦，烧火棍掉在地上，说：“完了完了，强哥，这肉才炖几个小时，肯定不入味，交上去工人一吃就得骂娘，咱彻底砸锅了。”你没理他，眼神发冷，死盯面前的大铁锅，锅盖被顶得噗噗直响，滚烫的汤汁顺着锅沿往下流，滴在火炭上呲呲作响，浓郁的肉香简直要冲破房顶。你猛地伸手，一把掀开锅盖，白雾喷涌而出，你死死盯着沸腾的汤汁，一把抓起大漏勺，